一睹前世的生活后，圣哲曼说：“让我们进入那些受到祝福的人们的活动之中。”我说：“他们收到了祝福，你很快就知道其原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作为神之子对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的全然有意识的使用。他们对神圣力量的使用几乎没有限制。他们也完全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自己要到哪里去，以及他们是谁的传承。外在的身体不过是神圣自我的载具，他应该，而且只应该去做他被创造出来允许范围内的事情。这样一来，伟大的内在自我就可以不受约束的行动。当然，那个时期的完美和活动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之前的这个文明时期，整个帝国都充满了和平、幸福与繁荣。国王是一位远古的智慧大师，他是一名真正的光之承载者。他通过那圣光来进行统治，他统治下的帝国就是完美的最好见证。圣哲曼继续说，这个完美一直延续了数百年的光阴。他没有任何形式的军队，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人们的统治交给了14位光之扬升大师。在7道圣光之中，每一道都有2位大师护持，因此他们让伟大的神之活动的能量聚焦点变得可见。在这14位光明存有的指导之下，是位阶较低的14位大师，他们形成了7个部门的首领，控制着科学、工业和艺术领域的活动。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通过有意识的与自己内在的神之自我进行直接的接触，来指引他的工作。因此，来自他们源头的指引引导着他们进行自己领域内的工作。所以，神圣的圆满不断地在人间流淌着，不受任何的干扰。这种形式的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是卓越的、成功的、令人满意的。那个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任何事物达到这样的高度。在流传至今的古老记录当中，这种古文明被称为黄金时代。那时，生命的每一种活动都散发着这种光彩。在你热爱的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一种相似的对真正内在自我的认知，他的子民会以极高的成就表达出来。他是光之领域，他的圣光会像正午的太阳一样灿烂，照耀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之中。在很久之前，他是伟大的圣光领主，他会再次来到他的灵性传承之中。没有什么会阻止这一点的到来。他的心智和身体要比你想象中的强大得多。他将使用这种力量，从边缘中升起，并抛开这些，抛开当前所有沉重的压在他身上的一切。对地球上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有着重要的使命。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守护着他的那些存有，还在守护他。通过他们的保护和爱，他会完成那既定的使命。美国，我们光之扬升大师爱你，并守护着你。美国，我们爱你。一种相似的完美政府形式将会出现。当你摆脱掉内在的某些活动时，那些活动就像真菌一样悬挂着，像吸血鬼一样吸食着你的力量。美国的可爱众生，当表面上看似乌云低垂时，请不要气馁，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会向你展示出
他们灵性的一面，看似威胁的乌云背后，是神的纯粹水晶之光，是扬升大师和神之使者的爱与圆满。他们在守护着美国，那里的政府，还有人民。我再说一次，美国，我们爱你。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觉醒的灵魂出现了，他们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内在伟大的与生俱来的神之力量。这样的人会被安置在政府所有的官方职位上。相比自己个人的野心还有财富，他们会更关心美国整体的福利。因此，另一个黄金时代将会降临到地球，并永恒的存在。就在你刚刚体验到的那个世代之前，人民大众还需要使用巨大的飞行器来进行运输。随着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他们对这些的需求就很少了，除非要到边远的地区。所有的官方阶层，那时他们是由那个种族灵性上更加进化的灵魂所组成的。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精微身体，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去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就像你最近在卢克所经历的那样，他们也可以随意地移动他们的物质身体，因为他们使用的力量可以克服重力。这些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对你那么自然。在这个时代，黄金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就是黄金时代中黄金那个词，因为它自然地散发出一种净化、平衡和充满活力的能量或者力量。通过造物之主那些伟大的光与爱的存有，把它放置在地球上，也是他们创造并引导着世界，众多的世界以及众生的进化。人类外在的头脑，或者说智力上的知识，很少能够理解黄金存在于这颗星球上的真正目的。它像植物那样在地球上成长，而且也是它不断地向我们行走的土地、大自然的成长，以及我们呼吸的大气，倾注净化、活化和平衡的能量流。黄金被放置在地球上，用于众多的用途，其中两个最微不足道和最不重要的用途，就是把黄金作为交易的手段和用于装饰。它内在更伟大的活动，以及它存在于地球上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它内在的品质和能量，从而去净化、活化和平衡这个世界的分子结构。现代的科学界对这项活动还一无所知，然而黄金对地球的作用就像暖气对我们家的作用。黄金是把来自太阳的能量带入到地球内部，并保持各种活动处于平衡之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作为这种能量的导体，它的作用就像变压器，把太阳的能量传递到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进化的生命。黄金中的能量实际上是太阳发射出的电子作用力进入更低的领域并发挥作用。黄金有的时候也被称作沉淀的太阳光。由于黄金当中的能量具有极高的振动频率，它只能作用于生命当中更微妙和精细的表达。通过吸收的方式，在所有的黄金时代，这种金属得到了丰富而且广泛的使用。通过大众，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灵性发展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在那些年代，黄金从来不会被囤积起来，相反的，它被广泛的派发给大众使用。人们吸收它净化的能量，从而让他们自己
提升到更伟大的完美之中。这就是黄金的正确使用方法。这个法则被有意识地理解并遵守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通过使用这个法则吸引来他需要使用的任何数量的黄金。因为山脉当中存在着金矿，所以人们看到山上散发出健康和生命的活力，这是人们在地球表面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负面的影响会来到那些经常与纯金打交道的人身上。当黄金处于纯净的状态之中时，它是柔软的，而且很容易磨损。但是正是那种特质，让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目的得以实现。那些人中更加进化的人，直接从宇宙当中通过沉降产生了更多的黄金。很多建筑物的圆顶上覆盖着纯金片，内部装饰着精美的珠宝，设计美妙而独特。这些珠宝也是沉降产生，直接来自合一的永恒物质。与过去所有的时代一样，有一部分人，他们对感官产生的短暂性快乐更加有兴趣，而不是对更伟大的神之自我的创造计划更有兴趣。这导致他们失去了这片土地上神之力量的意识。最终，这种意识只在一个城市当中保持着活跃，那座城市被称作太阳之城。那些统治者意识到他们必须要离开，从而让人们学习通过艰苦的体验学习到幸福和美好都来自对内在之神的赞美。他们必须要回到圣光之中，如果他们想要获得幸福的话。国王、皇帝通过内在的智慧，看到人们越来越沉迷于感官的满足之中。他意识到，继续维系王国的存在，不再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了。他被指引，通过那些比他更加拥有灵性权威的存有，要举办一场宴会，宣告他要退位的决定，并向他的臣民告别。他召集了众议员，下令摆宴，在这个帝国最宏伟的地方，王室中的浴室进行。这里被自发光的球体照亮，发出明亮白色的光芒。这些球体由水晶链条悬挂在天花板上，虽然光的内部强烈而且明亮，但是它对身体却有着极其舒缓的效果，给沐浴在光芒中的人一种轻松和平和之感。来自中央球体的光芒让这些珠宝闪烁着旭日纹的图案，这成为了天花板中央的巨大装饰。宴会厅装饰精美，摆设了24张白锆玛瑙桌子，每张桌子可以坐下24位宾客。这是国王的大臣和他们的幕僚们第一次同时成为国王的客人。这场宴会的宣告引起了众多人们的讨论，每个人都与相邻的人议论着，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谜。没有人可以看出这场宴会举办的真正目的。宴会之夜终于来临了，没有人怀疑这位高贵统治者心中的悲伤之情，他们也没有想到变化会这么快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时间到了，宾客们齐聚一堂，他们的呼吸之中透露着神秘。宴会厅的青铜巨门在庄严之中打开，
伴随着超脱的音乐声，仿佛一场巨大的交响乐在无形中响起。就连他们最尊重的君主，最熟悉那伟大力量的人，也感到惊讶。人们仰望着他，就像一位神。人们对君主一直以来为他们所倾注的智慧和帮助，流露出强大的爱与敬意。随着欢迎音乐的结束，国王走了进来，在他孩子的陪伴下，一位少女透露着可爱。她身着一件柔软的金色丝织长袍，不同于我们现代世界的任何材料。她身披之物仿佛点缀满了钻石，伴随着她的每个动作闪烁着光芒。垂在肩膀上的金色长发被2个翠绿色的发夹夹住，她的前额环绕着一条白色的金属丝带，上面镶嵌着钻石。中央的位置看上去更像是一颗巨大的钻石，但是实际上那是一道圣光的凝聚，由他父亲凝聚并保持在那里。国王是整个帝国当中唯一被赋予使用这种力量的人，他可以使用这种超凡之力。这个皇室家族与外界的人接触时，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圣光宝石，直至那天晚上，这种力量的使用，只有在他们个人对伟大的神之自我的尊崇之中才被允许。他们一直敏锐地知晓并觉察到他们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灵在。统治者和他的2个儿子身穿同他女儿一样由柔软的黄金面料制成的合身衣服，它们像皮革一样柔韧，但是却由黄金制作而成。胸甲像一颗巨大的太阳珠宝，他们身着同样材质的便鞋，也同样镶嵌着宝石。他们的每个人额前都有一颗美妙的圣光宝石。国王给了个手势，众宾客就坐。他以威严而有力量的声音，从他的心底向那无上至尊发出祈请。哦，无所不在的全能源头，主宰宇宙的你，每个人心中的火焰，我们向你献上爱、赞美和感激，因为你的生命、圣光和大爱存在于一切万物。我们敬重你，我们的目光指望向你，那存在于万物中的灵在，存在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进化的与未进化的一切之中。你那不断流动的生命源泉，一直将自己倾洒于所有创造之中的合一自我。我的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呼唤着你，请唤醒我的人民，让他们看到即将到来的灾难，因为近来他们对你的冷漠就像有毒的气体一样在他们身上蔓延开来，让灵魂陷入沉睡，在他们的面前覆盖上一层帷幕，把你的闪耀灵在拒之门外。如果他们一定要进行这样的体验，来消耗并烧毁外在自我产生的无用之物和乌云的笼罩，那么请你维持它们，并把它们最终带入到你永恒的圆满之中。我呼唤你，宇宙的创造者，至高无上的全能神者。国王就坐，所有的人都在安静当中期待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每个人将要享用的菜肴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一道菜接着另一道菜，似乎是由看不见的双手端了上来。食物装在由美妙的水晶和宝石制作的容器当中。当一道菜吃完的时候，它们也消失了。
紧接着，下一道菜又出现了。终于，这个帝国有史以来所举办的最盛大的宴会落下帷幕，一切又重归寂静。人们仿佛在屏住呼吸，期待着什么。一些最不同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国王站了起来，停留了一段时间，静静地等待着。很快，一个水晶高脚杯出现在了每位宾客的右手边，这里面装满了纯粹电子精华的浓缩。对于喝过它的人来说，不论他的生命之流延伸到何年何月，或者他的体验有多么丰富，他永远不会完全忘记内在的神之自我。这种灵魂的保护被赠予出席宴会的那些人，作为他们对内在的神、对国王以及对这个帝国的信念和忠诚的奖励。几个世纪以来，众议员和那些在场的人一直勤勤恳恳地为这个国家的利益服务，因为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服务，从而赐予他们灵魂的保护。每个人都举起他的高脚杯，致敬给他们内在的神，他们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生命火焰。宴会的过程通过广播，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收音机，传播给了帝国的每个人。它的尺寸不大于餐盘，但是拥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收听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每个人向自己内在的神性自我致敬之后，一切变得非常安静，空气似乎完全静止下来。片刻之后，一位奇妙的临在慢慢地出现在国王的面前。这位临在是来自伟大寂静之中的宇宙大师。当他出现的时候，在场的宾客们发出了敬畏和赞叹的低语。他们在惊讶之中认识到，这位临在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听到过的其中一位，可是他的可见临在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举起右手，对在场的所有人以及整个王国的居民说：哦，地球的孩子们，在这重大危机的时刻，我带给你们一个重要警告：从吞噬你们感官的陷阱当中醒过来，在为时已晚之前，从昏睡当中醒来。这位我的光之弟兄必须退出，从而让你们去体验你们所选择的，而这种体验正慢慢地引诱你们进入他的众多陷阱之中。你们已经选择了对无知和不受控情绪的外在自我保持敞开。你们对自己的源头，至高无上的、全能的、闪耀的、威严的、无限万有之源泉，所有世界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给予的关注和尊敬甚少。你们对赋予你们生命的伟大荣耀临在、大爱之主没有感激之心。为什么你们不对大自然慷慨馈赠的祝福表达感激之情？为什么你们不感谢这片美丽的土地，感激你们明智而无私的君主给你们带来的丰盛？你们互相感谢对方的恩惠，那些短暂的满足感官的有形事物，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手里，然后就不复存在。但是为什么你们是否遗忘了所有生命、所有爱、所有智能、所有力量的源泉？人们，哦，人们，你们对生命之爱的感激到哪里去了？你们每一刻、每小时、每一天、年复一年之中对体验到的那些精彩的感激之情到哪里去了？
所有的这一切，你都称之为是自己的。但是，它从来都是现在，并且将永远属于生命、圣光、大爱和所有一切美好的合一伟大源头，也就是神，至高无上的、令人尊敬的、无所不在的合一。